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千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美学、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你看，新艺术运动啊，它本来就是以自然主义装饰为核心啊，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苗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儿。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苗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大胆的突破，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苗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我们还是不能偏向这种西化的设计。玄宇老师，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追求西化的表现方式。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1000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哎，师傅，停一下。金浩，不是，哎，师叔，哎，没事没事。哎，你来这干什么？我等人呢。哎，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沟通好了，那我功夫出马肯定都能搞定。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儿就到村委会来。小的，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谢谢支书。袁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嵌着小花朵，也可以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小花朵，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这样呢？我觉得可以小一点。再小一点。对，这个大小差不多。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对，我们的苗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这样生生不息的意喻也可以融入其中。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啊！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
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我再修一下修改。轩宇老师，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不就得了？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你来试试。我可以吗？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我点这儿。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连上，稍微等一下。哎，是可以圆吧了，对啊，好神奇啊！神奇吧？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去桥上蹦极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挺刺激的。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哦，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他们来村里看过，是，印象怎么样？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啊，真的？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上千万呢？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秦昊，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啊，就说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你跟你聊。行啊。啊，这儿呢。哎，挺好。你要可以走了吗？可以。走。我来。走。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这是村里也能搞。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太实诚了。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了，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不是你确定要干是吗？对。啊？不是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爸，您放心，我不胡闹，您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能拿回来。你生意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哎，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老麻饶不了他吗？啊！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哎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2口，哎，茅台我都买得起。不，茅台不喝。
太贵，偶尔喝2口。那也不行。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你这点没说错啊，老麻家就没有。对，哼。老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啊。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哎，爸，上钩了，快，提杆子！哎，等，我拽，对。哦，快，你帮我。老李家的那块地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情况得给他解决了。哎，你好啊。支书。哎，阿草。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阿草。啊。哎，支书。什么事儿？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你说。Hey Frank, yeah look, this amazing engineering feat is Bailinhe Bridge. Yeah, and the bridge goes right over a deep valley and connects the two mountains. See? Yeah, the bridge is 2,237 meters long and 370 meters above the valley. Yeah, it made the transportation way easier and boost the economy big time. So come, have a look with me. Yeah. 徐总，到了。哎，徐总，我朋友 Frank。哎，你好啊 ，Hello。Yeah, remember that friend I told you about? The clam gym guy. This is Qing Hao. 哦，对，Hello Frank。Yeah, okay. So good night, Frank. 哦 ，Good night。拜拜。恐高吗？不恐高啊。你要去学习呀，那这是好事儿啊。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呢。对，有2个人特别好的网红，他们的粉丝也很热心，给我们寄了好多吃的。哎，你看是不是这2个主播？你看是不是他们俩？啊，对，就是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他们人特别好。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但是我们家宋碧她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她说，她都不接话。没事儿，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谢谢支书。哎，不用谢，我这应该做。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没事儿，我改天找他去。怕呀。啊，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70米蹦极，哎，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哦，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可以，那是吧？
来吧。你第一次这样就不错。这个马青豪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了。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马青豪，可以。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对。你的人品我放心，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哎。青蒿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2天还火了一下呢。哦，是吗？那后来呢？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壁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怎么样？哎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好，好啊。哎，徐总。走吧，走。没事啊，没事。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走。上我车。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嘛，挺好的。我要跟你聊聊村里飞拉达的项目，上车。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啊，行，我真是荣幸，受宠若惊。行，师傅等一会儿啊。行，徐总慢慢开啊。好。
呀，这伙食都不错呀。哎呀，哪有你家艾草做的好呀？对呀，哎呀，那当然了。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为什么？太难了。你们哪样意思嘛？你说呢？别瞎扯啊！讨厌。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就是啊，谁讨厌？好了，不要说了。就是。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还是作弊姐，耶！好了，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你们一听别瞎说。咱不瞎说，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他们家还有一个服装厂呢。听说还不小呢。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哦，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哎，又来了是不是？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对啊。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吃饭吧你们。哎，你干嘛去？我学习去。学习，老师加油！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那就太好了。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就是啊。哎。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必须成，必须成，一成，必须成。我回家吃饭了，拜拜。月亮，哎，哥，你咋个来了？走，吃鱼去。今天钓到大鱼了？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溜了1个多小时呢。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行。大嫂，哎，大嫂，你来干哪呀？走，吃鱼去。哎，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哎，月亮在呢。艾嫂，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溜了3小时，手都掉麻了。啊？去吧。嗯。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快点啊！哎，艾嫂是真爱吃鱼啊。就是，我怀疑啊，他是猫转世。哎，就那个河里钓的这么大的一条鱼啊，我们吃1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10条。10条啊！他那个喉咙不知道是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来了！你说猫转世啊？
啊！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谁说你坏话？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咱要不把秦昊一块接上吧？提什么秦昊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秦昊？这是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那你下车。大哥，你说句好话。月亮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秦昊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就是。你们俩故意的吧？老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我咋个是叛徒？不让我理麻秦昊的是你，现在又想要叫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听，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闭嘴！你看看，让人家看笑。那我哪样说错了？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太肉麻了。你说，你怎么受得了他呢？你怎么跟麻秦昊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啊？但我不是叛徒。给我下车。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这人在哪儿呢？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哪有钱掺和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好嘞。哎，秦昊，希望咱俩合作愉快。哎，合作愉快，也对称。绝对上，绝对上。辫子？什么辫子？哥，回家。哎，我说是你们俩人。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就是，那你不早说啊？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就是，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呀！我怎么了呀？就是啊，压球！哎，我就不压球，还不让人说话了。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就是，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我衣服不花钱啊？就是，还有你也马秦昊，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就是。我真气！
哎，长波，要不要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啊，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解释了10000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个没完了，你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马庆豪，请你继续吧。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我就看他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劝都没用。你说你回来干啥？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了。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那你要走多久？不知道。小哥，我回来了，再也不走，再也不走。哎呀，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此打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就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的。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马庆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要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了，我是被爆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哥，月亮这疙瘩还得你来解。喂，哥，大哥，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买。
咋了？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你咋还不睡啊？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你答应回来了。爸，你让我缓一缓，这个搭令是从哪儿来的？那英语的搭令你都不明白？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搭令？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行了，你骗骗你刘姨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人。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搭令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搭令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这也太扯了。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网恋了。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考察你呗，考察村子，啊，不是你前女友啊？那不是。哎呀，整岔了。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挺好。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福气相，是吧？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孩子好，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是，那可不。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行，那你参谋吧。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你说，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你说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那可不行，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对呀，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那不糟了吗？那你就是老鼠闻风香，两头受气。对，那我多悲哀呀！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是。那你到底想选谁呀？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来。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没有，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这是我让你帮我选嘛，对吧？你选嘛。小事别把你妈吵醒了，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光在这选小雷。是不是？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啊，明白？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好嘞，明白。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你去休息去吧，早点睡觉吧，不
不早了。行，赶紧把奶喝了。行，那你也早点睡。哎，休息去吧啊！哎，去吧。 Good night。 Good night。好好的想一想。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啊！去吧。啊，早点睡啊，好好睡觉。哎，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哎，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